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教程。很多网友给自己的路由器刷了 OpenWRT， 但是打开后台以后，看到各种网络设置、接口、防火墙、插件一脸懵。这一期我们从零开始，带你认识 OpenWRT。你会熟悉到的本期内容 ：OpenWRT 是什么？登录后台的方法，基础网络设置，多 WiFi 配置，软件包安装 ，SSH 命令基础，称如何备份和升级。即使你完全没有 Linux 和路由器基础，也可以跟着操作。第一部分 ，OpenWrt 是什么 ？OpenWrt 是轻量 Linux 开源路由操作系统，大部分智能路由器都是基于 OpenWrt 内核开发，这也是为什么路由器能支持刷机的根本原因。一句话总结，刷成 OpenWrt 的路由器，直接变成一台带路由器功能的电脑了，能装各种 APP 应用，比如实现网络访问、自动取广告、搭建家庭云盘、做内网穿透、自动签到、运行自定义脚本，还能发射多个 WiFi 信号，每个信号对应独立 IP， 玩法直接解锁无限可能。能刷 OpenWRT 的路由器特别保值。第二部分，设置 OpenWRT 后台。刷好 OpenWRT 后，电脑连接 IAM 网口。每款 OpenWrt 固件初始后台 IP 地址都不会相同，遇到最多问题就是输入 OpenWrt 后台地址 192.168.1.1 登录的却是光猫后台，这是因为 IP 冲突了， OpenWrt 自动获取修改成其他地址了。解决办法两种方式，方式一，双击打开查看本机 IP 地址 BAT。DNS Service 地址就是 OpenWrt 的后台。方式二，路由器断开光猫连接 192.168.1.1 就可以登录 OpenWrt 后台了。网络接口 LAN 编辑 IPv4 地址 192.168.1.1 改成任意地址即可，例如 192.168.2.1， 点击强制应用，路由器后台就变成 192.168.2.1， 就不会和光猫地址冲突了。第三部分 OpenWRT 后台管理。进入首页以后，我们主要看几个地方。一、状态，这里可以看到 CPU 占用、内存使用、网络流量、在线时间。哇，进入系统管理权，可以修改后台登录密码。第一次使用建议设置一个登录密码。三、系统更新备份，进入系统升级可以自动升级系统，也可进入系统备份与更新，手动执行刷写固件更新、备份或者重置的。四、WiFi 网络，这是 OpenWRT 最重要的部分，包括接口无线、DHCP 防火墙等，后面所有高级玩法都建立在这里。设置 WiFi， 进入网络无线，可以看到 2.4G 无线、5G 无线。新创建一个路由后台窗口，进入状态信道分析，系统会自动扫描所有 WiFi 信号。可以看到 2.4G 信号的11信道非常拥挤，我们设置 WiFi 时候可以避开这些信道， WiFi 网速和信号就会更好。点击编辑 2.4G 信号进入编辑页面，工作模式可以选 AX 代表是 WiFi 6工作标准，信道选择避开拥挤信道或者选 Auto 自动。
ESSID 就是 Wi-Fi 名称，例如 MyWiFi。加密方式依据设备自行选择，如果有老款手机连接，可选 WPA2 和 WPA3 混合模式。设置完成后，保存并应用。5G 信号也是相同方式设置，信号分析，设置信道时候避开拥挤信道或者选 Auto 自动。同样设置 Wi-Fi 名称、ESSID 以及 Wi-Fi 密码。然后手机搜索 Wi-Fi 连接使用了。可以继续添加，就可以设置多个 Wi-Fi 信号了。我们这里演示添加 2.4G 信号，受限于路由器性能和散热，一般建议不超过10个 Wi-Fi 信号。信道选择避开拥挤信道或者选 Auto 自动。设置 Wi-Fi 名称、ESSID 以及 Wi-Fi 密码。高级设置里面设置接口名称字母或者数字，其他设置默认即可。常规设置里面的网络选择 LAN 口即可。如果需要每个 WiFi 对应一个 IP 地址，可以新创建一个网络，名称字母或者数字均可。点击保存应用 ，WiFi 信号就创建完成了。这时候 WiFi 是无法连接的。我们继续设置，进入网络接口，选择编辑新创建的网路 MyWiFi02，切换选择静态协议。IPv4 地址设置不重叠，任意 IP 地址即可。防火墙设置选择 LAN 口 ，DHCP 服务器确定动态 ，DHCP 勾选。完成后点击保存应用。手机 WiFi 测试连接成功了。5G 信号也是相同方式添加。设置信道 WiFi 名称
ESSID。创建网络以及 WiFi 密码。高级设置里面设置接口名称。进入网络接口，编辑新创建的网路。切换选择静态协议 ，IPv4 地址设置不重叠，任意 IP 地址。防火墙设置选择 LAN 口 ，DHCP 服务器勾选动态 DHCP。手机 WiFi 连接测试说明设置成功。第4部分 OpenWrt 联网。OpenWrt 连接互联网常见有4种方式。第一种，自动获取 IP， 适合上级路由器提供网络，光猫默认拨号连接。OpenWrt WAN 口连接上级路由器 LAN 口，网络接口 WAN 口编辑选择 DHCP 客户端，点击保存后，路由模式设置完成。第二种，路由器拨号也是推荐方式。OpenWrt WAN 口连接上级光猫 LAN 口。光猫需要改成桥接模式，如何修改桥接可自行百度搜索，也可联系电信公司免费上门修改。编辑 WAN 口，切换协议 PO， 输入宽带账号密码，点击保存用，拨号联网设置完成。第3种，旁路由模式，主路由负责拨号，专门一台 OpenWrt 路由器负责分流、网络优化、广告过滤等等。OpenWrt 路由器的 LAN 口连接上级主路由器 LAN 口，编辑网络接口 LAN 口切换静态 IP， 例如演示上级路由器后台是 10.0.0.1，IPv4 填写主路由同网段 10.0.0.2 的，完成设置，强制应用保存。测试网络连接正常，旁路由器后台 10.0.0.2 无法访问，正常现象。修改本地 IP 地址为旁路由同一网段，就可以访问旁路由后台了。
第4种，专线模式，这个属于购买电信公司的专线，不需要拨号。OpenWatt 的 WAN 口连接上级光猫 LAN 口，光猫需要改成桥接模式。编辑网络 WAN 口切换静态 IP， 依次按照视频填写电信公司提供 IP 信息，提交保存后即可设置完成。第5部分，安装软件包。OpenWatt 最大的特点，可以安装插件，也就是像电脑一样安装各种 APP， 完成路由器联网、系统、软件包，点击更新列表，过滤器搜索就可以安装插件了。如果出现报错，可以进入配置修改软件源。一般非架构源的问题，直接修改前面地址和对应版本号就可。也可以手动上传软件包安装。这里整理一些主流插件合集供参考，合集链接我放简介或者评论区了。视频安装2个主题 Argon 和 Material 作为演示。也可以 iStore 里面一键安装 iStoreX 美化主题。iStore 安装可以看主页专门视频。安装完成，可以一键配置路由器联网了。iStoreX 主题可以一键配置路由模式、拨号模式、旁路由器模式。
打开 Mobexterm 可以登录 SSH 进入 OpenWrt 终端，这里可以执行使用各种 OpenWrt 安装、卸载、更新等命令。一些常用命令链接已经放简介或者评论区了。好了，这一期我们认识了 OpenWrt 的基础操作。如果觉得视频对你有帮助，欢迎点赞关注。后续会持续更新更多网络教程，我们下期再见。